世界简报。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乌克兰最新消息，泽连斯基称与习近平的会谈漫长而有意义。日经亚洲。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与中国总统习近平进行了漫长而有意义的通话。习近平表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对话和谈判，并确认中国愿意向乌克兰派遣特使。与此同时，俄罗斯当局声称通过使用海上无人机挫败了对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无人机袭击。一架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被发现，该无人机坠毁在莫斯科森林深处。这些最新的冲突发生在世界纪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周年之际。全球军费开支比去年增长了 3.7%，2022 年的开支为 2.24 万亿美元，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的领土收益只会使冲突升级并延长战争，将该国推向更加不稳定的经济形势。美国亲10一个中国政策以阻止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南华早报。美国在其一个中国政策中表现出更具战略上的模糊性，因为它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威慑中国。此举被视为侵蚀了中国与美国建立关系的原则。中国前高级特使指责美国通过加强与这个自治岛屿的军事和外交关系来改变台湾的现状。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模糊性使华盛顿能够灵活地操纵其对华和台湾政策。随着与中国竞争的加剧，预计美国将利用这种战略模糊性来阻止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法官在强奸诉讼审判中说唱特朗普的不当帖子。多伦多星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被法官警告说，他最近在网上对针对他的强奸诉讼的评论完全不合适，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法律问题。路易斯·卡普兰法官的干预是在让卡罗尔提起的案件开始后的第2天进行的。到目前为止尚未参加的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此案是一个虚构的骗局。他接着称卡罗尔的律师罗伯塔·卡普兰 （Roberta Kaplan） 为政治特工。卡罗尔的律师，他的诉讼声称特朗普此前通过公开称他的案件为骗局、谎言和骗局来诽谤他，提到了前总统最近向法官发表的声明，法官称其完全不合适。79岁的卡罗尔最早可能在周3作证。审判进行之际，特朗普再次寻求共和党总统提名。几周后，他对无关的刑事指控表示不认罪。这些指控涉及支付费用以使一名色情演员沉默。该演员说他与他有过性接触。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就1月8日骚乱向警方作证。多伦多星报。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就他在1月份巴西利亚政府大楼遭到袭击之前的行为提供了证词。他的左翼继任者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博尔索纳罗支援者进行的袭击发生前1周上任。巴西总检察长奥古斯托·阿拉斯 Augusto Aras 表示，博尔索纳罗当天可能鼓励了违反法治的罪行。这位前总统的证词是对他的行为正在进行的调查的一部分，这些行为可能使他失去资格或可能导致入狱。博尔索纳罗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承认他可能没有资格参加未来的比赛。瓦格纳老板说，乌克兰的反攻将于下周开始。半岛电视台。根据瓦格纳集团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的说法，乌克兰的反攻可能会在5月2日之后开始，训练有素的部队将前往巴赫穆特，那里的血腥战斗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尽管他现有的部队没有足够的弹药，但不太可能停止。普里戈金说，当天气好转，地面变硬时，乌克兰军队将在下个月开始重新夺回该地区。
这位雇佣军头还质疑为什么俄罗斯军队尚未占领附近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或斯洛维扬斯克城市，以帮助减轻对巴赫穆特的压力。乌克兰此前否认了普里戈任的说法，即巴赫穆特 80% 以上的地区在瓦格纳集团部队的控制之下。中国将于4月27日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路透社，据中国海事局称，将于4月27日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该机构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细节。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